1 o'clock, almost 2 o'clock. Okay, I just come out from this service center because of the brake issue, and just now when I drive to at this highway, okay, my brake is suddenly not working. Okay, ugly, and I stopped in the middle. Ugly, I almost reached the toll, and I just stopped my car. Okay, I don't know why just now suddenly no brake. This car, I already say this brake got problem. And I just come out from this service center, and the service people is very bad attitude, which is the name Mr. Morgan. Okay, how can you expect if a person is very meet this kind of situation? You know, it's very quite dangerous, and it's very horrible. How many times I just book your car for you see, my car just 3,000 I walk. The marriage and just 2 months plus, my car suddenly brake not working inside the highway. It's so dangerous, you know. And the brake, and just the feet don't even can turn. It's so dangerous. I don't know why they can just solve this issue. How many times I want to go to your service center? I know how frustrating, how scary. You just suddenly you drive and no brake. This car just suddenly no brake, you know. No, just actually now get pushed for the P already. Just now, until now, I believe this brake is not working. I really don't know. This brake is not working, okay? See my drive. You see I pressed already. My car is still going. This brake is not working at all. So dangerous. 大家好，我又更新了。最近看到网友投稿关于大陆奇瑞在马来西亚频率发生意外，留言也很两极化。极端的一方不知道是不是受了抖音或小红书大宣传的影响，有一帮奇瑞车主无视奇瑞品控的问题，盲目升级成为了信徒。让我们来看看他们都说了什么。让我们欢迎第一个对号入座的朋友。欢迎酸民对号入座，别整天发奇瑞的负面新闻给我，这样帮不到我的。难道我在奇瑞群里面知道的会比你们慢咩？很搞笑，我只会觉得你们很烦。当我看到你这样说，的确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，毕竟自己的爱车负面新闻那么多，也不懂该做什么好。不过在你的回复里却和你说的背道而驰。我们再看看你又说了什么。你买了哪款？ O5， 我也是在考虑买这款。不用考虑，买。 Oh my god！ 哇！既然你已经第一时间在奇瑞群得知了你的爱车有那么多的负面新闻，你非但不担心把爱车送去检查，反而怂恿你的朋友们买，你这是脑子进水吗？我们接下来看看他们又说了什么。好，这辆帅就完事了，可以带我们去云顶吗？对啊，钱是他的，他喜欢就好。可以带我们上云顶吗？给我们感受一下你的车，可以来载我们吗？呀，美女可以载我们3个吗？嘿嘿嘿 ，on。据我所知，这款奇瑞召回最大的原因就是刹车和车的底座问题。你们上山万一刹车不了，不就一锅端了？害了自己不要紧，问题是害了别人。让我们看看你转发的链接。最近奇瑞很多争议啊，很多人趁机幸灾乐祸，讽刺取笑。我觉得我应该为所有奇瑞的用户出声。很多人趁机幸灾乐祸，讽刺取笑吗？我看到的是信徒在无脑护航，而且你也代表不了全部奇瑞的车主。你係屎你就認啦，吹嚟有咩用啫？首先，我们买这款车没花到你们1分1毛。而且你们讽刺的人也不是什么车型老板，所以是车行老板就可以对你吗？奇瑞用户可以对你不？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的很。关心有很多种，略过废话。再来，这款车的确发生了一些事故，还没拿到车我就已经知道了，但我还是坚持买下来，主要是这款车太美了。知道很多问题还坚持买，因为这车太美了。哇塞，原来你买车只是要耍帅，车的品质和驾驶员的安全都比不上你的车帅，所以我假设你是肤浅、自
自负，才不把车的品质和人的安全放首位。想想你的家人，因为坐了你的车而发生意外，到时的你又会怎么想呢？好，因为你的废话太多，我们直接跳到你的强调。强调一下重点，生命是宝贵的，车子有问题就一定要严格检查，保住自己和其他人的生命最重要。略过废话，最後我就想问你一句而已，你就說他美不美、帥不帥就完了。你係屎你就認啦，吹嚟有咩用啫？當你知道這輛車有很多問題還堅持買，就證明了你根本不注重自己和別人的生命。說到這裡，只能確定你就是一個膚淺的人，到最後還是看那輛車的外表而已。可憐的孩子，他和他朋友之間的對話我就不放了，畢竟都是一些毫無營養的對話，就那些車帥不帥的問題而已。接下來我們看看差點發生事故的奇瑞小姐姐車主。不是，我的是油車，不管電子和油車，他們的 brake 真的很有問題。我 post 了很多次了，告訴大家他的 brake 真的很有問題。他借我他們的備用車，我都 feel 到有問題，那個 brake 會下沉的。這真的太危險了，還好小姐姐沒事。我記得在這件事上，很多無腦的信徒語言霸凌小姐姐，車有問題為什麼不能維權呢？難道因為大陸車嗎？我們繼續看。很恐怖咧，突然不能剎車，你才剛買不久而已哦，就那麼多問題了啊！那天你跟我講要買這輛車，我不是有跟你講，我媽媽本來也想買這個奇瑞的車嗎？因為她看到網上打廣告說到很 others 那些，可是又很多人說中國車怕很多問題那些，所以就不敢買。看你這樣真的很危險咧。如果真的發生什麼意外該怎麼辦？一定要去訴他公司才可以。我其實已經回去6、7次了，等下我拍全部 report 紙上來，他們知道了的，根本都沒有再解決問題的。回廠檢修了6到7次，還是同樣的問題。請問車主們對那輛車還有信心嗎？還是學另一個安迪車主在3個人照樣上雲頂呢？我們接着看。哇，老後力要靠兒，你這反串太搞笑了。恐怖了，沒有 break 真的很恐怖，是非常恐怖。其實很多車主都有發現這個問題了，但也有很多車主盲目支持，哎，無語了。沒有得剎車的確很恐怖，還好小姐姐沒有發生意外。工業垃圾，你知道的太多了。一切交由法律去處理，我一定會為我的 right 爭取到底 ，Justice will prevail。小姐姐加油，不要放棄，一定要維權。這個是另外一個奇瑞車主遇到的問題，還好沒有發生意外。這是他和奇瑞公司溝通無果，奇瑞公司開始和他打太極。希望你的事情不會像我的事這樣，反被這大公司派律師控告回我，花了120千，結果車根本沒有開到幾天。我很了解小姐姐的心情，花錢還要受罪，被信徒網暴，還要原告變被告。看來大陸公司想拿他們大陸的那一套套在馬來西亞消費者身上。所謂一面七傷，七者皆傷，呢個真攞命。肯定是一堆車主出來罵這個人，然後又說他是假的，收了別的車企的錢。世界就是這麼的黑暗，鍵盤俠就是這樣的無所不在，頭腦簡單的就為了自己也是駕同一款車，不能忍受別人把切身經歷的問題說出來，因為會導致他的車跌價，也不管以後自己也遇到類似問題的時候，會不會害了未來的自己。Very good，就憑你對充滿鬥志嘅眼神，我肯定你有潛質嘅。我們敬請期待無腦信徒們的後果吧。問題是，我都回去 SC 6、7次了，我會 post 上來，真的不是偶然的，要我刪除，除非我死了。這件事真的影響我蠻大的，如果情緒稍微不穩定的，估計都已經想不開了。真沒有刺在自己的身上是不知道痛的，還有那些 SA 說風涼話的，最好等着我的證據，不方便 post 出來罷了，不代表我沒有證據。所謂的什麼給了我3輛備用車，你們的 C 一直換車臉，你又知道不知道？不只是 SC 沒有腦，連 manager 講話也很沒有腦。說我這個的我也是有證據哦，這件事我跟他們沒完。不需要害怕，大公司派律師告小市民，強國人就是喜歡欺負弱小。
你有理由就不用怕。你们需要做的就是集中几个受害者，找一个律师一同告这间公司。这个在法律上比较有 power， 因为是一群受害者，不是单独个例。这种事件到处都是。处理方法很简单，千万不要被对方笑到。有哦，亲爱的，我有很多了，所以我不怕。只是那些不愿接受的车主，真的只能说保重，这个是生命、人命来的。希望你的案子不要像我的一样，我被大公司派来的律师告了，我花了120千，但是我拿回来的车却撑不过几天。对，都是个别事件，每个个别事件加起来就是，我只是要一辆车安全上班而已。为什么别人开开心心买新车，我却要遭受这些，还要被你们网暴？老实说，我不希望这种事情再次发生，但我希望那些遇到问题的车主请私信我，尤其是刹车有问题的车主。我也已找到几个车主了，我的律师可以帮助我们。谢谢大家。那些说只有一个 case 的，狠狠打脸。真的不是单一事件，有些车主甚至没有 break 撞了自己 ，claim 自己的 NCD 那时候也不会发上来，但是 email 和联系他们根本不受理，太可怕了。这个我简直无法想象，如果我当时撞了要怎么办？我的朋友也说，幸好我还有机会说，有些可能已经。澳洲的奇瑞都召回5000多辆了，一样都是刹车问题。加油！怎么样了？有投诉他们公司了吗？有哦，一切交由我的律师处理，很快又会上新闻了。good， 哈哈哈！今日你最红耶！我没有要红，我只是要得到合理的交代罢了。我的车在4月6日拖去奇瑞的公司维修了，我不领回我的车，我不要再驾这辆车，我不会再接受这辆车。你们既然那么喜欢去曝光，那我也会带我所有的文件、证人和证据去媒体曝光，停止传播我的诽谤言论。我是消费者，也是受害者。我买了你的产品出现了问题，我已经拿出了证据，还有人证。你还是告我诽谤，我们走着瞧，敬请期待。看到这里，心疼小姐姐的遭遇，买了一架120千的汽车，想开开心心的用它来上班，结果一直出现问题，进厂维修了6、7次，最后一次领车后，在公路上刹车不了，差点出了意外。我有时候真的不明白，小姐姐只是把她的经历说出来，竟然有一些中华胶出来网暴小姐姐，用意何在呢？还一直说是单一事故，结果在马来西亚也是有很多奇瑞的车主和小姐姐一样的问题。在澳洲，同样的奇瑞型号召回了5000多辆，这根本狠狠地打脸那些说单一事故的中华胶。有些所谓的车主还很嚣张，特地说明了在买这辆车之前就知道这辆车有问题了，但还是买了，因为外表帅就可以了。看到这个车主这样说，我真的无语，他竟然可以无脑到这种地步。咩？唔信啊？打我啊！打啦嘛！唔夠打嘛！嚟！首先来说说，如果一辆车被召回，因为是刹车的问题，那个问题其实蛮严重的。试想想，你在高速公路狂飙120里，突然间不能刹车，要撞上前面的卡车的时候，你就会明白你买的中国废铁有多帅了。自己刮了不要紧，可怜的是坐在你车上的家人、亲戚、朋友、路人。你用你自己的钱买什么车，我们不理，但既然你知道这辆车有问题，就不要嫁出来害人。就如小姐姐说的，真没刺在自己的身上是不知道疼的。希望那些中华胶遇到好像小姐姐这样的事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出来维权哭爹喊娘的。在此希望小姐姐和那些车主无视那些中华胶，也祝你维权成功，不要向这种奸恶的车企低头。好了，影片到此结束。做影片不简单，请网友们帮我订阅、点赞以及分享哦，我会尽快更新，爱你们哟！么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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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么哒。